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来看的是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他到了日本啊，在5号这一天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同时呢，也发布了新闻稿指出，魏哲嘉跟高市早苗在见面的时候说，因应人工智慧就是 AI 所带来的强劲需求，台积电正在评估规划，目前在熊本新建的第2座晶圆厂将会直供3奈米，要改采3奈米制程的技术来生产。高市早苗则表示，日本政府将会提供支援，希望进一步加强双赢的合作关系。也表示呢，日本政府会致力推动跟危机管理还有经济成长有关的投资，并且强调 AI 跟半导体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项目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到了熊本厂啊，就是台湾的数位时代这个媒体呢，他们所整理的这个关键时间轴啊。一厂的部分是在2022年的4月正式动土，然后呢，在2024年的12月已经量产了，就一厂的部分。那我们提到的2厂呢，现在要直供3奈米的2厂啊，原本它是可以说是经过了一些波折。2025年的 Q1 第一季呢，预定是要动工，但是因为交通问题延后。然后呢，在2025年的10月，魏哲嘉宣布2厂动土正式签约，结果在2025年12月一度停工。那最新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要直供3奈米。我请教一下黄老师啊，因为熊本第一工厂现在已经正式量产了，然后呢，他们采用的是22、28奈米的制程技术哈。第2建厂现在刚刚讲说，有稍微受到影响，稍微延宕。那现在先请教的就是说，您怎么看到熊本一厂现在生产体制已经算是进到了一个稳定量产的一个阶段了吗？这样讲好了，当他会决定要建立2厂的情况下，我觉得对台积电有限的了解，我可以这样去说，台积电是一家以代工为体制的一家公司，它今天走到这个程度是，它在每一个成本控管上、良率控管上，它都精算的步步为营，它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口上，要精算。我不会让任何人来欺负我，我今天要做这个决策，我背负的是多少人的家庭。对，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已经具备了非常稳定的生产体制。那这个时候问题肯定呢？为什么突然又变来变去？怎么又说突然原本要再建一个2厂继续生产，然后怎么又突然要跳到说高市早苗建完做3奈米？对，这其实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就刚刚王老师也讲，过一阵子我再去买2年前的产品就好，3年前的产品就好。从真的开始去说要建厂到现在，其实时隔也2、3年了。2、3年下来，其实整个市场上的需求，然后是各地扩增的状况都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在战略考量上，如果签到3奈米制程的话，刚好搭配 Arizona 那边的配合，那这个可以把3奈米制程再多国化，去做一个布局。那这样多局化，那这个后面再说，因为如果布到多个地方，到底对台湾本身有没有影响？对，是另外一个后。所以是分散风险的考量呢，还是说，可是一旦分散以后，会有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刚讲到说直供3奈米，熊本2厂未来的目标是直供3奈米，可是，在技术上面、制造上会有哪些挑战需要克服？我觉得技术上最需要挑战克服的，应该不是技术，而是政治上要怎么挑战克服。政治上面的，就是到底我美国同不同意？因为美国一直最想要的是台积电最先进的技术嘛，最先进的制程嘛。那我同不同意让你在日本去做这件事情？因为3奈米已经放到 Arizona 了。他们会这样想。但对台湾来说，我们还有18A 啊，还有高雄新厂。所以为什么今天3奈米会放出去？3奈米大家听起来还很新，但是其实这个话题已经聊了2、3年、3、4年。时间在走，台积的技术也一直制程也一直在往前进步，往前的 turn。所以我倒觉得在战略上，台湾还是会巩固全世界最先进的制程技术，但是势必有一些技术外放出去，对于整个供应链上是比较完整的。OK， 所以对台积电来说，它会是一个权宜之计呢，还是就是在背后除了专业的商业考量以外，就像你讲的，这是一个政治决定啊？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魏哲嘉跟高市早苗见面之后，就宣布了说，台积电呢预计在9号，是星期一呢要跟就是在熊本这边呢要举行董事会。那翻开数据来看一下哈，画面上面我们也看到，台积电2025年第4季3奈米的营收比重是达到28%，仅次于5奈米的35%。那现在3奈米主要是在南科厂量产，
除了我们提到的熊本厂以外呢，2027年下半年美国 Arizona 厂也将会导入3奈米制程。现在熊本2厂，我记得我看到资料上面是讲说，也是预计是在2027年会开始量产。可是安雅老师，你觉得为什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原因背后的考量，除了专业的，就是分散风险也好，可是呢，分散风险也有它的问题，怎么看这个问题？延续刚刚黄老师讲的哈，日本蛮惨的哈，又没有 AI， 也没有半导体的制造哈。那日本需要台积电盖厂，当然日本盖厂的人也不够，所以它 delay 嘛哈。但等台积电要盖厂，6奈米是没什么价值，所以它能走3奈米。等到那个3奈米厂好的时候，台积电已经到18A 了嘛哈。但是这个台积电必须要很小心哦，不要在这个 geopolitics 里面自我感觉良好。台积电的核心是有1万个工程师在新竹哦，地震后这个园区会堵车的一个工作文化。现在台积电到全世界用3到4倍。相对于台湾工程师的薪水去创造更贵的、更高成本的厂，那台湾永远是台积电成本最低的地方。出国别人出钱当然好，一本万利；出海自己出钱当然不划算。所以这个 Pandora's Box 已经打开了，台积电要非常小心，步步为营。OK， 3奈米的这个在熊本2厂这是量产，但日本一定是非常欢迎的，因为一次的技术就可以从原本刚刚提到22、26奈米的，一次直接攻到3奈米对于日本的晶片技术的突破来讲，也是一个帮助。但是刚才也请教了黄老师了，那安老师，你觉得就是除了商业考量以外，背后一定是掺杂了很多的地缘政治的考量，对吧？第一个，当然全世界都不想让台湾有这么大一个比例在先进制程，所以日本、美国都在分一杯羹。台积电真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做重复投资。对，台湾永远是最适合制造foundry的地方。可是，在不划算、不经济的地方，美国、日本甚至在欧洲建重复的产能。AI， 台积电讲说，客户的客户，他觉得很安全。可是客户的客户的客户是消费者，消费者 AI 在取代他的工作，他哪有钱会去用 AI 的东西？然后 AI 的使用量哪有这么多使用量 ？Ultimately， 就当人没有工作、没有钱的时候，如何让 AI 去做消费？所以这个才是最终，当你重复投资以后 ，supply demand 不 balance 的时候，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危机。而且其实刚才黄老师也点到就是说这到底是分散风险还是增加风险？是。关键在于是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你从谁的角度去看大师，我请教你因为在野的国民党立委吴宗宪他就对此提出警告，他说他认为这样会降低细盾保护台湾的效果，就是3奈米现在到美国，然后现在又在熊本2厂那也要生产，那么高阶制程晶片的主要供应如果离开台湾的话，对台湾来说，我方的战略价值一定会降低。但民进党的立委呢，陈冠廷则认为这代表台湾半导体的影响力是向外辐射，而且把盟友利益深度绑定这样的一个战略布局是值得称赞的好，所以呢，从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角度来看，我刚刚特别提到说，就看我们从谁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分别从美国、台湾、日本这个角度怎么去看，到底是分散风险还是增加风险？因为台积电要把它的生产地点分散，不是台积电公司自己的本意也不是在台湾任何政治团体的本意，也不是任何台湾人民的本意，这个本意是美国人的本意，所以是完全照美国人的这个指示办事那日本也只是说他受贿，因为指示它分散地方本来就包括美国、日本还有欧洲，那这个是一个战略考量，不是经济考量。那战略考量就是说，基本上因为两岸关系的缘故然后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劲，那台湾很可能会在这个某一个时间被中国大陆控制。在这个假设之下，就认为最重要的这个晶片产能高端晶片产能不能够放在台湾。所以台湾以外的话，日本就变成另外一个 Plan B。对啊，日本是渔翁得利啦，对，那就是说欧洲现在还在看嘛，所以这整个都不是台湾，没有任何人会想到说要把台积电的产能分出去的，到现在也没有人。那很奇怪的，被分出去居然有人说是好事，那我也不晓得，那是不是一个盾？我有另外的看法，我不考虑。不过基本上你如果假设有这个盾的话，那当然是所有东西在你手上，
你才有人家才会觉得你重要啊。你的宝贝都分给别人，这边分1/3，那边1/3去的话，你还有什么盾的价值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可是你硬要说这是对台湾有利，那我只能说，本来要在台湾设厂的很多地方，台积电的厂啊，那个地方那个房地产啊就不会涨了，那或者是已经先提前涨的，现在那些手上有房地产，那就只好认赔了嘛。OK，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最后想请教这个黄老师啊，其实讲到说，所谓的技术到美国也好，到日本也好，就是从原先的成熟制程到现在的高阶的制程啊，所谓的20几奈米到3奈米啊，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是人才分散的问题。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有因应方案吗？目前其实各国都跟台湾在寻求合作了，就是如何把他们的有点像当年的新马部队一样，把国外的人才送到台湾，我们就俗称叫台积补习班。那这个就是机器的帮，其实某种程度上，只要这个高阶晶片产业链一断，这个影响是全世界的，这影响是全世界，但没有人可以。到现在没有人可以站出来说，我就送来台湾受训，台湾没事，所以我只好把人送过来之后，我可以把它撤离掉，至少我把一些学习到哪怕是台积电的精神，或者学习到台积电一些规划的方式，至少到其他地方可以重新再起来。可是原本在台湾的这些专门负责高阶制程的人才，那现在有一部分移到美国，有一部分未来也有可能移到熊本，原本在台湾的这些高阶人才不就被稀释，而且是分散了吗？没关系啊，反正只要有人在就好了，只要有人在，专家系统在，还是会有新的人不断的补进来。那他们现在就是，我不只要台湾人会，我要世界各国的人都会一些。但因为没有人敢确保，敢说我就是保护台湾。对，就是说这么做以后对台湾来讲是好还是不好？现在没有人敢说得准。我觉得2位立委讲的都没有错，但是也不能说谁都对。这个有点模糊的一个答案，因为我们确实建立了影响力，但事实就是还是没有人说，因为半导体的关系，我就护着你不会出事。因为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半导体产业链，还有很多的产业链。但台湾是没有得选择，台湾没有过太多的自然矿产，没有太多的物产，我们能选择，而且至今做的最好的就是在半导体的晶圆制程的产业链上。发挥得非常的好，所以现在台湾就是站在这个风口浪尖上面，你要做很多的决策，你都必须考虑它的 pros and cons。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